主父，拦水坝已开工，明渠也已开挖，只待月余，渠首之困可解。叔父，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，百姓乐用，诸侯亲附。 或楚魏之时，举地千里，至亲至强。叔父，你这是自己看。臣闻列邑逐客，窃以为过矣。由此观之。 克何负于秦哉？项使四军却克而不纳，疏士而不用，是使国无富利之实，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这一派胡言。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，求国无威，不可得也。叔父，这是谁人胡言？诽谤国策！ 污蔑宗亲，李斯，此书万万不可让大王看到。大王看到又如何？万万不可！我老秦坦坦荡荡，何惧一篇书呢？叔父，这……灵妙盈言，你们来的正好，看看吧。魏阳君要将李斯的书文交于大王。这……叔父，我老秦一族好不容易赶走了外客，才有为大秦效力的机会，我们不可半途而弃呀。 魏阳君，大王若看得此书，必定会召回外客。宗室辛苦争来的地位，又要拱手让人呐。可我不能罔顾大秦的利益。叔父，渠务浩大繁杂，些许差错在所难免。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差错，就将宗亲们的辛劳都抹了。自你来到泾水之后，宗亲们哪一个不是倾力而为？ 为了这大渠早日贯通，他们都是嗷嗷叫的往前冲啊！还不是为了让大王、让百姓看到，我们宗亲不比外客差吗？魏阳君，公子借肺腑之言，你要三思啊！三思啊，魏阳君！三思啊，魏阳君！ 书文呢？现在就烧掉！对，烧掉！立刻烧掉！烧掉！烧掉！魏阳君，烧掉！烧掉！大人，100外客已经说好，每人50斤，都已发放。
都去歇着吧。诺。郭开，哼。让我们进去吧！让我们进去吧！见丞相！我们要见丞相！让我们进去！让我们进去吧！啊，这点薄礼不成敬意，能见见丞相吧？让我们进去吧！就让我们见见丞相吧！是啊，让我们见见丞相！上百名外客聚在府门外，要求见丞相。还算他们识相，想要在赵国伸展，怎能绕过本相的府门？告诉他们，他们的心意，本相知道了，都散了。这些人赶都赶不走。那也不能让他们提着东西进府，以免给赵义之徒口实。你先派人驱逐他们离开，然后悄悄地告诉他们，本府的小门。诺。郭丞相，谁有你聪慧呀？哎呀！吃一个。美味。大人吃点心。来。大人，大人，你要的吃食给你送来了。那个小店的账是不是该结了？这主店、日用、马料，啊，还有请这歌姬的支出，都先挂着吧。啊，不是。小店力薄，请大人高抬贵手。你们如此众多之人，人吃马喂，日日花销不菲呀。大人，赵王的赏金已经花费一空了，怎么办？我有额不出金，找我讨要有什么用？想要钱，跟我一起去龙台宫讨要。哼！说好的100金之资，到手只有1半，让我们在邯郸怎么活？对啊，怎么活？怎么活呀？让我们怎么活？赵王言而无信，我们这些外客该如何为赵人效力啊？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是。从咸阳来的外客，多数都跑到丞相府去贿赂。听说要是不贿赂，本事再大也难求得官爵名位。我等要面见赵王，讨个说法。对，我等要面见赵王，面见赵王，说法。面见赵王，讨个面见赵王，说法。我们面见赵王，面见赵王，说法。面见赵王，面见赵王。大人，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这些外客公然诋毁赵公，你却如此姑息。大王下诏要厚待外客，小人不敢造次。蠢！这些外客这么辱骂我，他们所言绝不能让大王听闻到一言半语。下官明白，可这些外客如何处置啊？凡闹事者，就地驱散。诺。凡闹事者，就地驱散。驱散。
你呀，召几个秦国的外客进宫。寡人想打探秦国的内情。这个龚大夫，官阶不低，他应该知道秦国的内幕。你速传这个叫陈池的，让他来见寡人。大王，能再等等吗？为何？大王是这样，邯郸城南门新开了一家女驴，臣已为大王安排妥当。就你知道寡人的心意。那王后那边怎么说？臣已想好，就称大王出宫，去见来访赵国的那些秦国外客。思虑便己呀！走。诺。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吃多了。报！大王，吕司蒙恬来信，臣职已大邯郸，过不了多久，赵国晋太便要垮了。大王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大王，暴雨将至，我军是否操演？我大秦之锐士，志在扫灭六国，何惧暴雨啊？诺。决口的河堤该营杰负责巡视，营杰已经淹了3000亩良田，这责任如何承担？对呀，如果天上打雷，我就带人巡视，彻夜未眠。决堤是规划修筑失当，与我何干？目下洪水肆虐，我家良田也殃及其中。如今你们都互相推诿责任，这责任谁来？谁来？别吵了！吵什么吵？你们这些人有点好事就蜂起而来，现在出了事儿，想找人替罪呀？我营杰不会替罪的。让我们办法，你凭什么负责？为什么要我负责？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？啊？为什么要我负责？到底谁负责？
大王，臣万死之罪，请大王剥夺嬴熙爵位，贬为庶民。大秦自穆公时，便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避子，选贤与能之传统深入朝野，方有我大秦今日之强。人固有所长，亦有所短，宗亲、外客亦然。罪人郑国有补救大渠绝口之策，此乃郑国绘制的井渠之法。照此挖掘，这大渠100年之内再无水患之忧。修渠之事看似简单，却深藏许多的技巧。像寡人与你这等外行人，若想修好此渠，绝无可能。先生之前受委屈了。银溪带所有宗亲，谢过先生。臣闻利益逐客，妾以为过矣。昔穆公求是，西取游于于戎，东得百里奚于渊，迎简书于宋，来皮报公孙之于晋。此无子者，不产于秦。而穆公用之，并国20，遂罢西戎。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，却宾客以业诸侯，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，裹足不入秦。此所谓借寇兵而击盗粮者也。夫物不产于秦，可保者多；士不产于秦，而愿忠者众。今逐客以资敌国，损民以益仇，内自虚而外数怨于诸侯，求国无为，不可得也。主公，大王吩咐，明日便返回咸阳。召武大夫以上者，张太公大议。诺。将这篇书文誊抄100番。大王，秦之外客向臣举报，赵国官吏趁接待外客之机，克扣赏金，侵吞财物，且大批外客聚集相府，贿赂以谋取官职，扰乱朝政，国人义愤呐！大王，确实有外客来贿赂臣，但都被臣悉数驱逐，请大王明察。大王。
这些来邯郸的外客，都是为了名位和赏金而来。名利之徒，其言不可信啊！大王，臣派人探查了聚集在邯郸的外客背景，他们大都在秦国担任要职，掌握许多秦国的机密要事。用好这些外客，是我赵国战胜秦国的关键。臣认为，应当追究贪墨之事，平息外客愤怒，让这些外客为我赵国效力。纯平君，言过其实了吧？大王可以即刻召这些外客入宫，当面核实。大王，这些外客巧舌如簧，言之后意，只会迷惑大王。大王，臣有证人，可以证明他们的品行。把他们带上来。拜见大王。你们两个，跟大王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跟秦人的外客有何交集？回禀大王，小人姓宋，在西街开了一家食肆，生意还算兴隆，足够养活一家8口。近日来，突遭厄运。厄运？就是秦国那帮外客，他们到了邯郸之后，就在小人的店里盘踞，整日胡吃海喝，还抵赖账款，小人的店马上就得关门了，还请大王为小人做主啊！寡人对入赵的外客赐予重金，他们怎么可能没有钱付账呢？他们用粮食喂马，锦缎铺地，招鸡享乐，把小人的客栈搞得一团糟。更可恶的是，他们招鸡享乐所花费都要记在小人的账房上。大王，就算你送给他们再多的钱财，也不够他们挥霍呀。大王，这些外客的骄奢淫逸，已经引起了我们赵国国人的公愤呐！大王，一家之言不可轻信呐！大王，目下这些外客就在宫外非议我赵国国政，请大王一驾，便可明辨是非。这个赵王简直就是昏君啊！这点钱打发我们，他去女驴吃喝享乐，昏君如此昏君，就是不要也罢，就是不要也罢。大王息怒，息怒！一群无耻之徒，统统赶出邯郸城！传寡人诏命，从今日起，秦人外客不得入赵。诺。大人，小小把戏，竟将赵国庙堂耍得团团转。赵国失道，上无明锐之君，下有奸佞之臣。若非如此，在下这点计谋，岂会轻易得逞？我王逐客并非本意，无奈宗室与外客不睦，我王才出此下策。他们即将回归大秦，重履原职。大人，诸侯战乱，屠害百姓，民心思变，天下归一即在眼前。我王渴慕贤才能力，六国高士，莫不因材施用，许以重位。大人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大人志向高远，岂能折服昏君之下，
听任自己抚愧。大王，李斯在离秦前，将其所做的谏逐客书交给了臣。臣现将此书呈现于大王。叔父，不可！未央君，不可！既然诸位宗亲不想让寡人看到此书，那便先替寡人看看吧。各位大人，你们这是想违抗王命吗？满口胡言呢！这巧言令色，狂妄！未央君，你怎能将这等狂悖之言呈现给大王？大王，臣请废除逐客令，召回离秦外客。这万万不可！叔父，大王，未央君糊涂了。前月，他上主张重用宗亲，驱除外客，今日怎突然变卦？大秦国策岂能如此儿戏？大王，外客回归，宗亲将如何安顿？大王，宗亲在接掌外客留下的政务之时，无不恪尽职守。虽有少许纰漏，然宗亲们辅佐大王的耿耿忠心，天日可见。大王不能因宗室们的一时之过，弃之敝履，寒了宗室众人的心呐。对呀，宗亲们与大王血脉相连，如若不谋国政，日后还如何面对大秦先祖？大秦上下，无论宗亲外客，皆是大王之臣子。只有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同舟共济，大秦方能战无不胜，完成先祖一统天下之宏愿。外客回归，我宗室众人又得受嗟来之食，谈何同舟共济呀？外客当政多年，何曾高看过宗亲？今日我等宗室之人，死也不愿迎归外客。大秦千里河山，若没有六国志士、能臣相助的话，会有今日的强盛。驱逐外客，结果怎样？大曲绝地，天毁人亡，朝政混乱，这难道是我老秦之人要的大秦吗？未央君，李斯乃外客，他不听外客说话，难道还包养我等宗亲不成？李斯所说，皆满口胡言。叔父，你当年的锐气何在呀？未央君老矣，你若怕担责，我们年轻之辈愿为大秦效力。对，是啊，大王，未央君所言断不能采纳。断不能采纳。宗亲乃是我大秦之根本，亦是我大秦血脉之根基。想必你们深谙我大秦崛起之道。寡人适才让你们传阅李斯之书文，你们有谁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读完了？既然如此，
寡人便陪你们一起读。宗室人手一卷。长者为尊，就从你开始吧。臣闻立议逐客，妾以为过矣。敢在章台宫外纵火自焚，却惧怕一篇书文，我大秦宗室的气概何在啊？念嘛！昔木工求仕，西取游鱼于戎，东得百里须臾渊，迎简书于宋。来批报公孙之于晋，此无子者不产于秦，而木工用之，并国20，遂罢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。书中所言，可理解啊？臣读不通。是你的心不通，还是文章不通？英杰，你来读。臣闻立议逐客，妾以为过矣。昔木工求仕，西取游鱼于戎，东得百里奚于渊，迎简书于宋。此4君者，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观之，客何负于秦哉？项氏4君却客而不纳，疏士而不用，是使国无复利之时，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英杰所读，诸位可听懂吗？还是不懂。不懂。英言，你接着读。诺。臣闻立议逐客，妾以为过矣。昔木工求仕，西取游鱼于戎，东得百里奚于渊，迎简书于宋。来批报公孙之于晋，此无子者不产于秦，而木工用之，并国20，遂罢西戎。夫物不产于秦，可保者图；士不产于秦，而愿忠者众。逐客以资敌国，损民以益仇。内自虚，而外树怨于诸侯，求国无危，不可得也。逐客削弱我秦国，却滋养了6国。寡人若是听了你们的话，那我大秦东出函谷，一统天下之宏愿，岂不付诸东流？寡人欲废止逐客，何人有异议？大王问话，你们作何答复？因材任用是我大秦先祖定下的国策，大秦因外客而振兴，大王决断，英杰全力支持。寡人再问一次，你们当中何人能驳倒李斯的雄文？若能服众，寡人永生永世不任用外客。大王决断吧，臣等无话可说。大王决断，我等遵从。
我老秦宗亲，心怀天下，以国为重，请受诸臣与寡人一拜。宗室镇国，受我等一拜。御史王满，臣在。传寡人之诏命，即日起，秦废止逐客，因外客复归。诺。昌平军卫杨军，臣在。臣在。外客复归，咸阳城外需华盖相迎。诺。郑国，臣在。即日起，以复职修筑大渠，寡人要明年此时，大渠之水可灌溉我关中沃野。诺。迎接，你协助郑国修渠。外客复位，众宗亲皆可担任乡里，待疏通所管事务，寡人自会酌情任用。谢大王。臣李斯拜见大王。大王，离秦之外客皆已返回咸阳。先生此番绝功至伟，先生也受累了。能为大王分忧，臣感辞其劳。逐走了外客，让宗亲们亲自来试一试，他们才知道这偌大的秦国治理起来有多难。才知道外客和宗亲是寡人的左膀右臂，缺一不可呀。先生的一番谋划，令宗亲对于外客再无仇视，令我大秦上下再无里外之分啊。幸赖大王睿智，对宗室之脾性了如指掌。由此可见，宗室与寡人还是一条心的，倔是倔了点，终归还是识大体的。宗室摒弃私利，以国为重。不愧为大秦诸史。李斯，你可知罪啊？臣知罪。何罪啊？臣让大王朝令夕改，威严尽失。寡人应该如何治你之罪？臣听凭大王处置。寡人欲擢升你为廷尉。辅佐寡人内安社稷，外平六国，将功补过。臣死而后已。大王，臣还有2位干才举荐。何人啊？赵人顿若已随臣来到咸阳，此人乃邦交大才。还有1位新胜，一直伴臣左右，深受其好，精通兵法，有将才。寡人立刻下诏命，拜顿若为客卿，欲平六国，少不了这等搅弄风云之事。至于那个新胜，对，就先在你的廷尉府当个护府都尉，待寡人观察他一段时间之后，再领其入军吧。臣拜谢大王。开弓便无回头箭。我秦国这第一箭，对我秦国东出歼灭六国，一统天下至关重要。